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速冻水饺真的是懒人福音。在我们家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一般都会买一些速冻水饺，因为它包含了面食、肉和菜，一顿下去好吃又满足。速冻水饺虽然方便，但是它和自己家包的鲜水饺在煮的时候方法完全不一样。煮速冻饺子，有的朋友喜欢冷水下锅，冷水当然是不能煮饺子的，饺子皮会在冷水中慢慢的融化，更容易破皮。冻饺子也不行，有的朋友喜欢开水下锅，这种做法适用于手工水饺，而速冻水饺因为本身已经被冷冻了，可能还会带有冰渣，所以水烧到响锅的时候就要下饺子了。水太热或者太凉，都容易造成烂皮的情况。那平时购买的速冻水饺应该怎么煮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，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饺子不破皮、不露馅，吃起来的口感跟新包的饺子一样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很多朋友会先把速冻饺子拿出来解冻，那样煮出来口感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给它提前解冻。锅中先加入多一点的我叫自来水，水多饺子才能在锅中沸腾起来，水太少，饺子在锅中煮至不开，容易粘连破皮。盖上锅盖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我们在煮速冻饺子的时候，水温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水温太低，饺子就漂浮不起来，容易粘锅底；水温太高的话，饺子就特别容易膨胀。所以煮速冻饺子不能等到水开以后，要把水烧到70-80度的时候，锅里发出响声，锅底有水泡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冻饺子丢锅里了，让其在锅里快速的解冻，而且也不会因为沸水翻滚对饺子产生影响。现在锅底有水泡的时候，我们往锅中加入一勺灵魂食盐，用勺子给它搅化。我们煮饺子的时候放一点食盐，可以让饺子皮更加劲道一些，不容易破皮，还可以让饺子上面的冰霜快速的融化。食盐完全溶解之后，再准备一个小碗，舀出3勺水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把饺子倒入锅中，开大火，把锅中的水温快速的升高。有句老话说，开锅煮皮，盖锅煮馅，用勺子沿锅边轻轻推动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等到饺子全部散开后，再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煮馅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水开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调成中火，打开盖子，往里面加入半碗自来水。这里我们加入的自来水可不是我们刚刚舀出来的温水哦，这样做是为了让锅中水的温度快速的降下来，防止饺子因水温过高而胀肚，防止破皮露馅，防止水溢锅。用勺子轻轻的沿锅边推动，使其旋转，防止饺子粘连在一起。锅中再次煮开，再用勺子搅动搅动，让饺子受热的更加均匀。把我们刚刚盛出来的温水加进去，继续用勺子搅动搅动，让饺子受热的更加均匀。饺子3水面2水，等水煮开后，为了防粘连、防溢锅，应该用冷水击打一下，一般点3次水，也有人点2次。锅开3次，饺子就煮熟了。用勺子沿锅边推动，使其旋转。速冻水饺要比手工水饺煮的时间长，普通手工水饺
大概8分钟左右就可以熟，而速冻水饺的时间要翻倍。锅中水再次烧开之后，饺子都飘在水面上，个个都鼓起大肚子了，饺子就被煮熟了。用漏勺把它捞出来，装入盘中。端上餐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用我这个方法煮出来的冻饺子，不仅不破皮，口感还和新包的饺子一模一样。再配上自己自制的灵魂蘸料，蘸着吃也是特别的美味，全家老小都喜欢吃，一口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喜欢吃饺子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技巧总结：技巧1，用温水煮饺子。新包的饺子用开水煮，但速冻饺子一般要用温水煮。锅中加入凉水，在水没有煮开，水中有少量的小泡泡向上冒出的时候，就可以把速冻水饺下入锅中。因为饺子是冰冻的，不宜用开水。我试过用凉水煮速冻饺子，因为饺子和凉水一起加热的时间过长，也容易造成饺子皮破皮粘连。后来我发现用温水就会好很多。技巧2，加盐。饺子放入后，可以用勺子轻轻推动搅拌一下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大火煮开。煮饺子水量要相对大一些，下饺子之前可以在水中放适量盐，可增加饺子的耐煮力，可以让饺子皮更加劲道一些，不容易破皮，还可以让饺子上面的冰霜快速的融化。待水70度左右才放饺子下锅，要不时充分搅拌，防止饺子粘锅，因为粘锅了就更容易破皮。技巧3，点凉水和温水，煮开后可以加少许凉水，继续加盖煮，轻轻一点即可。等到再次沸腾时，再倒一点温水，饺子一定不会煮破的。看到水饺肚子鼓鼓的，且漂浮在水面的时候，说明水饺就煮熟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加过2次水，煮开的饺子都会熟透了。如果你是高手，也可以不加凉水，只要用中火煮饺子。看到饺子肚子鼓鼓的，漂浮在水面上，说明饺子就熟了。技巧4，要用中火煮，因为速冻饺子温度低，如果突然用大火煮，容易造成饺子破皮，或者饺子不易熟透。反倒用中火就可以很好的煮透，而且用时比较短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